600元的 Alpha Max 布衣阿古鲁奥特曼 V2 型，去对比300多的万代 ACT 阿古鲁奥特曼 V2 型。这两款阿古鲁作为市面上主流的阿古鲁奥特曼可动人偶，该怎么选呢 ？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时代。这期视频给大家来做一个布衣阿古鲁对比 ACT 阿古鲁的视频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先叠加本期视频说出的所有话，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，纯主观分享。本期视频只是图一乐呀，大家看个过瘾就好。毕竟 ACT 和布衣是相差了10年左右的产品，做出这期视频来只是为了能让大家有个参考。然后想必大家也知道 ACT 是有大量的翻模产品的，不过我也是问过动物朋友了呀 ，ACT 的阿古鲁是没有翻模的。大家想买这款阿古鲁的话，直接买就 OK 啊。但是平成3节的 ACT 还是需要多注意一下的。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外包装，我手里这只 ACT 的阿古鲁 V2 型买的是天猫限定版本，所以说是会有运输盒的。打开运输盒之后才是它真正的外包装。把这两款产品的外包装放在转盘上360度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看到 Alpha Max 阿古鲁的外包装是要更大一点的。不过坦白说，外包装的设计我是更喜欢 ACT 的。Alpha Max 的阿古鲁我买的是代理版本的，所以说它上面会有中文字样的阿古鲁奥特曼 V2 型。如果是海外版本的话，它会是英文的。ACT 直接这样给它搂开来就可以了。这款 ACT 阿古鲁的所有内容物都在这个透明吸塑里面了。Alpha Max 的外包装是上下的天地盖设计，打开之后有一张说明书教你怎么去替换这些配件。内容物分为了上下2层。拿出主体之后，先来给大家聊聊这两款玩具的身形比例。ACT 的身材就走的不是还原路线，整体的肌肉感做得非常明显，并且 ACT 以及说万代的 SHF 都是外露关节的，而 Alpha Max 的布衣就更接近人体的一些线条了。布衣也不是外露关节，外观一体性毫无疑问是布衣更强。那么看人先看脸，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两款产品的头雕做的如何。ACT 阿古鲁的头雕在 ACT 系列里面还原度绝对算顶的了，反正我认为这两款产品的头雕阿古鲁的神韵确实都拿捏得很到位。但转到侧面来看， ACT 的阿古鲁耳朵里面的黑色居然偷色偷掉了。那么其实这款布衣阿古鲁呢是可以发光的，开关藏在头部这里，开机之后用这个磁棒轻轻触碰就可以了。布衣亮起来之后的效果真的很帅啊，眼睛的发色也很对位，是偏暖白色的感觉。再用磁棒触碰一下，可以让它闪红灯。不过这个闪红灯的效果呀，其实做的比较一般，再碰一下就是关灯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ACT 就有话说了呀，你以为只有布衣可以发光吗？ ACT 的配件里面是给了一颗导光头的，给这颗脑袋换上之后，你从背面打光，你就可以从正面看到它亮起来了。所以说 ACT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发光，而且这颗导光头的效果非常的一般啊，还有一些漏光呢，反正是非常招效的一个玩法。下面给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的可动性。首先是抬头低头的幅度， ACT 的幅度还是非常夸张的，而布衣抬头低头嘛，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啊。 ACT 左右歪头也是有一定幅度的，布衣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啊。 ACT 可以左右稍微转一转头，但是不能360度。布衣阿古鲁的头部可动性非常的小，大胆掰的话还是能做出一点小动作的。这两款产品的平举幅度是差不多的，都是90度左右，它们的背部这里都有一小点的拉伸。布衣的大臂这里是有平转的， ACT 是没有的。曲手的幅度这两款也是差不多的。胸腰部分的可动性这两款呢其实都不算很大呀，但 ACT 的可动幅度肯定是要比布衣来的更大的，毕竟 Alpha Max 的是有布衣限制的嘛。而且 Alpha Max 的这样老是弯腰呢，还是非常怕皮套开线的。 ACT 的腿部有一段下拉，布衣的就完全别想了。前踢后踢的幅度也是 ACT 来的更大的， ACT 的前踢都超过了90度， Alpha Max 的还不到90度呢。布衣对可动性的限制还是挺大的。这两款2条腿劈叉的幅度倒是差不多，屈膝的幅度是 ACT 的更大。这两款的脚部接地性呢都挺不错的，可以自由的左掰右撇，脚尖都是有一段上翘的。这两款的可动性看下来肯定是 ACT 的可动性来得更好的。 ACT 的这款阿古鲁摆出一些大幅度的姿势也是没什么压力的，但是 ACT 这款阿古鲁有个缺点我要说一下呀，手臂这里的银色漆面是非常容易蹭漆的，而 Alpha Max 的这款阿古鲁把玩久的话肯定是会留下一些褶皱痕迹的，不过我个人倒是能接受的，毕竟皮套都会有褶皱。接下来给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两款产品的配件，这右边呢就是 ACT 阿古鲁的所有配件了，有一颗导光头、红灯替换键和一个背部替换键，2对替换手型、光子螺旋特效键、阿古鲁光剑，最后还有阿古鲁流线特效键。镜头移到左边来是 Alpha Max 阿古鲁的所有配件，这毕竟卖600块钱啊，所以说配件量还是非常丰富的，手型都比 ACT 多了很多。先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ACT 和布衣都有的配件。阿古鲁光剑， Alpha Max 的光剑材质是硬塑料，并且上面是上了一层涂装的。替换这个光剑的方式呢，就是直接把原先的手型给拔下，再装上这个光剑就可以了。但是 Alpha Max 的这个光剑末端啊，做的是非常扎手的，大家替换的时候还是需要小心的。正是因为做
做的非常尖锐，我认为是会划伤布衣的。反正大家替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！替换好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了，还是非常帅的呀。ACT 的阿古卢光剑整体就是一个透明的软胶，正是因为这个光剑是软胶材质的，这个光剑还是非常容易弯曲变形的。同样是通过替换原先手型的方式安装，替换完成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了。这两款产品最后一个都有的配件是阿古卢流线。先来看到这个 ACT 的阿古卢流线，这做的像是直接炸开的感觉，非常的有张力。替换完成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了。Alpha Max 的阿古卢流线做的就收敛了非常多，给布衣阿古卢替换上去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了。然后给大家来看到的是 ACT 都没有的配件，阿古卢切割一个小技能啊，替换上去之后的效果还算不错。光子粉碎机，其实我还是挺意外的 ，Alpha Max 居然直接给了一颗替换脸，换好之后的效果只能用非常帅气来形容了呀。在这款布衣阿古卢中是给到了一个盖亚的技能的，光子冰刀同样是装在头雕上的一个技能，但是布衣盖亚全新未拆，现在已经1000左右了，所以我并不推荐大家入手啊。这款布衣给大家看到的最后一个特效件就是这个光子螺旋了，是光子螺旋这个技能蓄力搓成球的一个状态，这个球是可以发光的，同样是用磁棒触碰一下就可以让它亮起来了，发光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惊艳啊！再触碰一次就是关灯了。给阿古卢替换上这个特效键就是这个样子啦，直接让阿古卢搓起了螺旋丸是吧？而这个光子螺旋的蓄力特效键还有一个替换键，就是让阿古卢双手放出这颗球的一个替换键。但是这两只手啊，你需要安装上这个球形关节，并且它这个开模精度啊，好像做的非常的拉，这球形关节是大了一圈的，根本怼不进去。我也是打磨扩孔之后才塞进去的。最搞的是你把这个球形关节装进去之后，想给阿古卢替换上，你会发现啊，以这款布衣阿古卢的可动性是非常难给它替换上的。这个配件玩起来是真糟心啊，这里我就不换了。Alpha Max 的最后一个东西呢，就是这个地台了。我也说过了，我买的这个是代理版的，所以说上面是有中文字样的阿古卢奥特曼的。如果说是海外版本的话，会变成英文。这个地台的旁边是给到了一个缩小版的蓝宝镯，这是一个磁吸的设计，直接取下就可以了。从这个小支架上面把蓝宝镯给取下，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迷你版的蓝宝镯细节，双翼也是可以打开的，非常的精致啊。中间的蓝色水晶里面还有纹路细节，这个变声器后面的带子也是完美的还原了剧中。最关键的是这个小东西还能让阿古卢亮灯，玩法这一块还是非常顶的呀。那这款布衣阿古卢的地台呢，我就要吐槽了。虽说这个磁吸设计啊得以保留，但你要是去对比其他 Alpha Max 布衣产品啊，你会发现这个地台做的非常一般。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Alpha Max 强力型迪迦的地台吧。地台这里甚至可以拆开，里面的空位是可以收纳手型的，并且这个地台上面还有一个超长的软骨支架，支架的末端也是磁吸设计。那这个阿古卢就是薄薄的一片地台而已了。这个 Alpha Max 是想咋地这么对待阿古卢吗？是觉得阿古卢作为海洋的化身就不需要飞行，不需要支架了吗？ Alpha Max 的所有配件就给大家看完了，下面来看到 ACT 的吧。 ACT 也给到了光子螺旋的特效键，但是发射出去的一个状态，这里有2个孔洞，把 ACT 阿古卢的球冠塞在里面就可以了。这个特效键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张力啊，我很喜欢。那这个 ACT 的红灯替换键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换上去给大家看看效果，这个红灯还是非常通透好看的。而 ACT 的这个小零件是背部的一个替换键，替换上去之后，这款阿古卢的背后就有一个孔洞了，这个孔洞是搭配支架去使用的，但是我没有 ACT 系列的支架，这款阿古卢也是不自带的，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上了支架之后的效果。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呀， ACT 作为10年前左右的老产品，放在现在依旧能打，但是作为一款老玩具，二手都得300多，性价比其实是非常低的。而 Alpha Max 的布衣阿古卢嘛，我也是早就听说它在布衣产品里面做的算比较一般的，今天上手体验之后，我的评价是比较的平庸吧，没有说特别惊艳。600块全新的价格，我的评价是能买，但是同为600块，你还能买到布衣迪迦强力型，我个人是更推荐布衣迪迦强力型的。这款阿古卢嘛，你要是特别喜欢阿古卢的话，无脑入吧，毕竟啊，这款 Alpha Max 的布衣阿古卢啊，算是市面上最还原的阿古卢可动人偶了。那么本期视频的玩具全都是我自费购买的，花费还是挺巨大的。如果说这期视频对你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话，希望大家能点上赞，点上关注，让我回血啊。